宝可梦中心终于开幕，开幕热潮挤爆星光3月，但是那个台啤特典卡的价格却是涨涨又跌跌，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另外，喜欢 WS 的观众们，这次武士道卡牌战略发表会公布了哪些新的联名作品呢？还有更多的消息都在本期的卡牌双周报。大家好，我是可可，欢迎来到本期的卡牌双周报。我跟你们说，这周的双周报可以说是内容满满，所以话不多说，马上进入第一则新闻。不管你是不是宝可梦的粉丝，你肯定都从最近的媒体上面看到这个新闻吧？没错，就是台北宝可梦中心终于开幕啦！想当初我为了朝圣宝可梦中心，我还要千里迢迢飞去日本，现在终于不用这么麻烦了。中心开幕当天啊，我们也有去现场，想说体验一下气氛，果然人潮真的是爆炸多。在这边偷偷跟大家讲一个小八卦，当天排第一个的是一位老伯伯，他从前一天晚上10点就来排，到了开幕当天就一堆媒体想要访问那位伯伯，而且有尴尬的是，那位伯伯其实是代牌，他根本没有想要受访，他只是灵机一动，想说跟后面的换号码牌，没想到下一位都是代牌仔，最后他只好跟排第4的人换，才顺利躲开了媒体。那身为卡牌玩家，这次的目光肯定是聚焦在特典卡台北的皮卡丘身上吧？台北的皮卡丘是 HP 60的基础宝可梦，招式1新开幕，双方玩家各翻开牌组上方一张卡，彼此看过之后加入手牌。招式2乐享福特，掷3次硬币，造成正面出现的次数乘以30点的伤害。那你们也知道，这种特典卡的意义不在于它的招式强弱，而是在于它的纪念性。我想那个名字里面的台北跟卡片上面那个宝可梦中心的印章，身为台湾玩家肯定是要入手的吧？可是我没有。然后因为它的卡图真的很可爱，又有纪念价值，一开始就有人以每张新台币1500元的价格在网络上卖。到了开幕当天，产量开始暴增，价格也从900、750、500噔噔噔噔越来越低。等子弹又飞了一会儿，大家发现这次特典卡存货超多，根本拿不完，价格当然也就再往下跌。到截稿为止，每张台北皮卡丘的网络价大概是250到300一张，不知道宝可梦公司到底为了这次开幕印了多少张啊？宝可梦中心热闹开幕，另一头的年末系列闪色宝藏 EX 日文版也抢先全球上市了。由于就在快要上市前啊，官方放大招公布了新插图的奇数 SAR 将收录在闪色宝藏 EX 里面，所以大家对这个系列的期待值就更往上翻啊！说了我们宝可梦玩家对新系列的热情，就连中国海关都感受到了。言归正传。这个系列的人气究竟如何？我们可以从卡店的买取价格略知一二。我们就来看一下这次闪色宝藏 EX 卡店买取价格的前5名。第5名色违皮卡丘，买取价1万日元。第4名梦幻 EX SAR， 买取价12000日元。第3名沙奈朵 EX SAR， 买取价12000日元。第2名喷火龙 EX SAR， 买取价3万日元。最后第1名奇数 SAR， 买取价5万日元。虽然第1名的奇数没有像当初蝶旋暴击出征场的时候来个几十万日币，但整体而言，闪色宝藏 EX 也还是蛮不错的系列。这周繁体中文版就要上市了，老板，到时候我要开10盒。看完宝可梦，镜头来到最近人气火爆的航海王卡牌。第6弹双臂的霸者发售之后，受到许多玩家们的青睐。现在第7弹也有新消息曝光喽。第7弹的名字叫做500年后的未来，光听这个名字就知道对应的是漫画中的未来岛篇。事实上，之前官方也已经宣布了，未来岛篇的动画会从明年2024年1月开始放送。而在第7弹中，虽然目前的情报还很少，不过包括王下七武海、超新星和革命军等类别应该都会被强化，同时也会有蒙奇 D 多拉格、珠宝波尼跟女帝波雅汉考克等6张船长卡登场，让我们期待更多第7弹的消息出现吧。再来是热腾腾的 WS 黑白双翼，在刚结束的武士道战略发表会冬季场中，照惯例有不少令 WS 玩家们兴奋的消息。首先是新品情报，喜欢 Hololive 的粉丝们准备好了吗？3月22将发售高级补充包 Hololive Production Summer Collection。3月29则会发行高级套组 Hololive Production Feat 黑白双翼大使。然后是今年被许多观众称为神作的动画《葬送的芙莉莲》，即将在4月12号正式发售补充包，其中共有9张卡是为了 WS 重新绘制的卡图哦。如果你没看过芙莉莲，也没有听过 Hololive 的大名，你要去。
那么接下来的你一定知道，7月16号蜡笔小新电影版新手套牌和补充包发售决定，在武士道发表会的现场还请了小新亲自上台发布，真的很可爱呢。那不知道有没有人跟我一样，每次看到那个 WS 上面的日文就是眼花缭乱。如果你看得懂简体中文的话，未来有另外一种商品可以选择，因为 WS 要出简中版啦。首发系列有《刀剑神域》10周年、《梦想协奏曲》少女乐团派对5周年、Love Live 红校学园偶像同好会这3个都会在2024年1月与玩家们见面。然后武士道年度的大型活动武士道 Expo 明年一样会有台北站，而且这次更厉害，它会在2月1号到2月5的动漫节里举办。看来这次动漫节卡牌游戏玩家们要占下一席之地了。最后，大家还记得我们之前报道过日本知名卡牌连锁店 Magi 来台展店的消息吗？最近又有一个跟 Magi 有关的大新闻哦。大家可能不知道 ，Magi 的母公司名叫 Giraffe。卡牌只是这间公司旗下的一个事业而已，他们还有做比较网站啊、收藏像球鞋的贩售之类的。最近 Giraffe 还宣布，第一轮融资共融到了20亿日币的资金，20亿耶！资金主要用来改善服务以及进军更多亚洲国家。如果大家对第一轮融资这个名词不太熟悉的话，简单来说就是有投资人看好 Giraffe 这间公司，所以借由投资来换取股权，期待他们越长越大，投资就能回本甚至赚钱喽！叮叮叮。这新闻真的让我大开眼界，因为我一直以为卡店算是那种规模比较小的事业，没想到可以开成这样，失敬失敬。OK， 以上就是今天的双周报，让你印象深刻是哪一则新闻呢？别忘了留言跟我分享。我是柯柯，我们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